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0年2月1号星期六。那今天要来换自己的手机电池。我的手机是 iPhone 6s 的，因为还蛮好用的啦，所以我打算换它的电池。那我这一台应该用了快3年了，好像是我106年4月买的，所以到今年算起来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那电池的部分已经快完蛋了啦，现在剩13%嘛。那我们来看一下电池的健康度。那我这边电池的健康度大概剩70哦。那虽然说70%还是可以用，但问题就是说它的耐用度已经下降非常非常多了。早上充到100%了，你可能看个 LINE 回个讯息，打个电话，然后看个 YouTube， 不到半个小时吧。就大概剩不到10%的电量，所以已经到了不得不换的地步。那我在打算自己要换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有上网去看一些先进们的更换的影片哦。那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说，我自己应该是可以自己换啦，要不然通常我都是建议你可以到原厂那边做更换，因为你去那边换的话，不仅速度很快，很专业，那一般来讲电池也都是原厂的。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自己做这一些简单的 DIY 的工作啦。现在电池的价格应该也不会很贵啦。据我所知啊，可能1000块以内都换得到了。那你如果像我一样自己喜欢做这种简单的 DIY 的工作的话，那倒是可以观赏我的影片做一个参考啦。因为我也是看很多人的影片才决定自己这样子做的哦。那我自己的话，看完以后我是有上网去买电池，买高容量的，因为有时候长时间在外面哦，这样子才不用一直充电嘛。电池购买我都是买算是有人推荐的啦。像我这次是买红扳手的高容量的，寄来的速度还算快，大概2天就寄来了。它是从新北市那边送过来的，然后我们在高雄小港嘛，所以速度算是蛮快的。那今天刚好也可以来开箱一下这个电池。好，那我先做简单的开箱。它除了电池都会送一些简单的工具跟相关的配件啊。那他们有30天的鉴赏期，不过通常都是好用就继续用啊，不好用就丢了吧。所以我应该也不会去在乎那个鉴赏期的期限啊。包的还蛮扎实的。基本上你要自己买电池的话，原厂好像是没有对外贩售了，你都是要去他们指定的经销商或者是维修厂才有办法。他们有送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送这个应该是萤幕边框的粘胶，还有电池胶。那这个就是电池，电池在台湾买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啦。你如果从淘宝那边买也是可以的，而且价格很便宜哦，非常便宜。但问题是可能没有办法运送啦。你在台湾也是可以买得到，只是说我还是建议会买比较多人推荐的电池啊。像这个它是2000多容量的，那我印象中标准的好像是1600多吧，所以我这次是买2000多的哦。等一下我再上网查一下相关的资讯哦。那一些相关的检验标准应该都有啦。那它的制造日期是2019年11月哦，所以他们这一家还算是蛮可以信任的。开箱文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另外我分享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自己也都常常会去找一些坏掉的，经常会去留意一些 iPhone 的产品，像这个应该是 i5 的。那这个是 i4 的吧，随便，反正我也没有再记那个。有机会去收到一个 i6 Plus 的，不过它的萤幕的线被剪断了，所以这一个只好再等看看有没有萤幕。那另外这一台是 i6s 的，不过萤幕都摔成这样子了。那另外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去留意一些电池。哦，这个都是淘汰下来的电池了。哦，那这个是 i6 Plus 的，我们就先收起来。所以我会留着等下次有相同的机型的时候再来做测试，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如何。那这里有2片，也都是回收回来的。那这个就是 iPhone 原厂的电池了，因为它有它的 logo 嘛，是不是假的我不晓得啦。因为这一台我去找到的时候都已经摔成这样子了。那这一台也是我拿来做练习的一个机器结果拔起来看的时候，它也是电线都被之前的人可能他有拆过啦，所以那个萤幕的排线都坏掉了，所以它整个是没有办法用的。那电池它是我写1这一颗，也是从这边拆下来的，所以这一颗等一下也会稍微测试一下它的健康度如何。
那这一颗就真的是回收的了，它回收的健康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了。这一台在拆的时候也有稍微练习一下，所以我大致上已经知道怎么拆了。i6s 它是有边框胶的，所以等一下可能也要有一点点加热的过程。好，那这个我们就先收起来。i6s 它是有边框胶的，所以等一下可能也要有一点点加热的过程。好，那这个我们就先收起来。基本上我自己也算是工具控的一环，也是很喜欢一些相关的工具啦。像是我这次决定要去换电池的话，我都会上网去买一些这个工具之类的。那买的时候也会顺便买这种拆机片啊、电池胶啊、边框胶啊之类的。都会多买几组起来放以便日后有收到比较好的手机的话，也可以自己尝试更换。还有这个玻璃贴因为我原本的玻璃贴这边有破掉了，所以打算等一下也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再一并做更换。还有这个是 iPhone 专用的一些螺丝起子所以一并刚好今天也可以来测试看看他们的工具品质如何。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准备去做电池的更换那这个工具是我上网看到说觉得好像应该可以适用于这次的更换因为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就是你在先的话，你如果单纯换电池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把那个屏幕全部拆掉这样子也是有好处的啦所以我就把它设定成这个角度那尽量垂直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换我们手机的电池。那我们先进行关机。关机以后，正卡先把它拔出来这个步骤蛮重要的要不然你在插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卡片这个东西用坏掉。我可能会先用一个备份的手机因为毕竟还是需要电话嘛。备用机完成以后，我们就是要来做我最大胆的 DIY 了。通常一开始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保护贴先不用把它拔下来，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把底下这2颗螺丝拔下来，拔下来建议你一定要放好，像我都会用磁铁先把它收好。那拔下来以后，因为它有边框胶嘛，所以可能要进行加热。那要记得，因为 i6 的它的排线都在听筒这边，所以你要从底部这边，我先稍微吸看看能不能把它吸起来。那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不行的话，我们这边就要先给它加热，加热让它这个整个边框胶有一点点融化。那通常我会建议用吹风机就好。因为热风枪瞬间的温度太高了，我上网查一下资料，温度不要超过80度。那我们用吹风机的话，应该是刚刚好。他是说要平均加热大概5分钟不过应该不用那么久啦。那我们加热到差不多的时候，我自己是加热大概2分钟左右啦。那我们再来尝试拔看看，有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应该就可以了因为它这边这样子底部有稍微破起来，这样就会使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它附赠的一些简单的这个鞘片，稍微把它拔出一个缝隙来。然后我们用鞘片把它插进去，这样子就可以了。用这些工具有一个好处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拉力量比较难控制，那你用这个工具的话，它会有一个力准点，就是不会让你开得太大，不至于损害这些手机之类的那你撬开一个小缝隙以后，先插一个这个胶片，然后用第2个撬机片沿着旁边这些你就简单的这样子慢慢撬，因为这个温度好像有一点不太够。我想最困难的应该是这些步骤吧。那这边在撬你可能要小心一点要不然你萤幕可能会坏掉。不要急，不要太大力那这个温度好像不太够，没关系，我们再稍微加热一下。反正就是重复性多做几次加热的动作啦。那我就先把萤幕拆起来，再继续录给各位看。那我就是沿着边框慢慢撬，然后一边撬一边加热，就是让它有一定的温度啦。然后撬到这样子，应该就已经算打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前后左右这样子稍微给它搬开一下它还是有胶的，你看里面都有胶，所以我们在开这个还是要比较慢一点，小心一点那因为第一次拆它这个排线可能会比较紧一点，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下。我们大概开到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上这个辅助工具，这样子不用担心说我们一下子把它拉得太开
这样子夹住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拆这个屏幕的排线因为很多教学它是怕说你没有辅助工具的话，会直接把这个荧幕搬开以后，整个排线会坏掉。那我有这个辅助工具，我就不用去拆这边的螺丝，我只要拆电池这边的这几根螺丝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拆电池的这边的保护盖。那这个有长短之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你要记得说哪一边是比较长的，哪一边是比较短的。这一根比较短，这一根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保护盖拿开。所以有一些工具你可能都要自备啦，都要有啦。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盖子拿起来，按那挂都可以起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电池的这个撬开。那我们就把电池的接头拆开了。那拆开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电池拔起来。那它因为有电池胶嘛，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胶弄起来。那拆开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电池拔起来。那它因为有电池胶嘛，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胶弄起来，先把一部分的胶拉起来。然后拉起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慢慢把它整个拉出来，尽量不要拉断啊。如果真的拉断了，也没办法。所以外面说他们大概10分钟可以换好，我是蛮佩服他们的啦，因为毕竟他们是专业的嘛。这一个还算可以，就慢慢把它卷出来。还是不行，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用这个卡片稍微撬一下，撬不起来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还是要加热。那加热通常都是从手机的背面啊。那因为我有上这个夹具嘛，所以我就是直接从正面这边就可以了。一样的原理啦，就是让它的胶融化掉了。这个好像有点太大片了，把它用小片一点。反正这些工具你都可以自己尝试啊。反正你就是有一个概念嘛，就是把它弄进去，然后把这个胶把它脱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拔起来了，这样子就 OK 了。那手机也不至于会损坏啦。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胶除掉，趁着还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再拔，就会比较好拔了。这样子就完成了。那这一颗我就稍微给它注记一下，因为它还是能用嘛，所以我就留着以后用。OK， 那这一个就可以先留着。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把边框胶除掉。坦白讲，在除这些胶很麻烦。那因为除这个胶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先除完胶以后再录给各位观赏。那终于把胶都清完了那我自己是比较龟毛啦，所以我会把它清得稍微比较干净一点，就是尽量不要让它有看到残胶。那理论上它这个外盖如果是白色的，我会建议你后续再上要上黑色的，方便你下一次在自己更换的时候，你再除这些胶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还是会先去测试这种收回来的电池，看它的健康度如何。理论上你是买新的，直接将新的换上去就可以了啦。但是我自己的兴趣就是还是会将这些收回来的电池稍微测试一下，看它的健康度如何。那这个也是蛮简单的，你就是弄好以后有没有把它扣上去而已，这样子电池就扣上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开机看看。还是有电啊。那因为这些电池都放蛮久的，所以我还是会习惯说先进行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看看。那萤幕保护贴我是完全没有把它拆下来的，所以后续应该也是不用更换这个保护贴了。那目前还是可以正常进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电池的健康度。那插上去是有在充电啊，那现在还有10%的电。那目前还有84%，还算不错啦。所以我会在电池上给它记录一下。那这一颗就可以继续使用。那接下来没有问题以后，我们就关机。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换下一颗看看。那这一颗我们就是先给它做一个记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测我从坏掉的那一台拆下来的电池。那这一颗装上去没有办法充，也没有办法开机。所以应该是电池本身就有问题了。那没关系，我们直接来换这个新的，买来就是要用嘛。我买的这一颗大容量的，我们也是可以看一下效果如何。那我们就先把它装上去看看。这个电源先拔掉。OK， 可以了。那新的电池就可以开机。那我们看看它残留的电有多少，还有36%的电。
那我们先充电看看，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要先稍微测试一下可以充电哦，先稍微测试一下啦，理论上应该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啦。那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再把它关机。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上电池胶，还有边框胶，用他们赠送的这个电池胶跟边框胶。那基本上它这个误差不会太大啦，所以你只要不要差太多就好。那我们稍微比对一下，就是把它靠在最上面应该就可以了。然后电池比较容易安装，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稍微比对一下，就是把它靠在最上面应该就可以了。然后电池比较容易安装，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电池胶可以先上哦。那记得，那这边有一个黑色的，所以我们就是粘到黑色的这个边框就可以了。它都会有一些指示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粘错，就这样子，然后把它折进去，然后粘好。然后粘好以后，上面这一层胶你把它拆掉，然后粘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再把后面这个拆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电池粘上去，可以把它稍微压紧就好。OK， 这样子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粘这个边框胶，那因为边框胶它这边是全部都要粘呐，还是要把这个萤幕拆掉。我印象中应该是拆这4根应该就可以了。它有长短哦，你要小心一点。然后电池我们先把它断开，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盖子拿起来，然后我们把屏幕断开，这边一个，总共有3个要断开。哦，这样子屏幕就可以分离了。那分离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粘胶了，稍微把它清干净。电池要保持断开哦。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屏幕胶粘上去，应该是这样子，撕开。边框胶好像比较少人分享出来了，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对不对。边框胶就是上窄下宽嘛，所以我们就是稍微比对一下，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它合上去。这个误差应该不会太大了，你就好好粘一下就好了。我失败了。哦，那像这样子放上去以后，稍微沿边框把它压紧，你不要差太多就好了。规格做的还算不错啦。OK，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哇，这边有一点点失败了，不过没关系，稍微改 Q 后的后。那这个规格还是有一点点落差啦，这样应该也算可以啦。那这样子就边框胶就上好了。那上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屏幕接回去了。这个再扣应该是小心扣就可以了啦。哦，那你这样扣好以后就可以了。那最后就是将电池这个扣上去。那我们再开机一次看看，可以正常开机了。那可以正常开机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盖子盖上去。那你只要记得，它每一根长短不太一样啊，你只要记得顺序就可以了。那这个螺丝你可能要特别小心了，不要不见了。那我的习惯是全部的螺丝上去以后，再一根一根锁紧。那最后就是电池的排线保护盖，那这样子就 OK 了。好 ，OK， 那正常了。那我们最后就是把手机盖回去。哦，那它手机顶部这边有那个卡榫，所以你要先把卡榫放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顺便把它做贴合。那接下来就是沿着旁边慢慢的把它压进去。OK， 听到清脆的声音，这样子就可以了。哦，那手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最后再确定一下。好，那确定整个电池没有问题，屏幕没有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健康度，健康度是100%。那证明他们这一家还蛮有信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把它压紧一下，就是沿着边框稍微压一下，让那个胶整个贴合。那最后不要忘记把这2根螺丝锁进去。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充电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正常充电了。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先关机，那最后再把我们的SIM卡装回去，SIM卡插进去都可以正常连接了。比较常用的一些东西，我们稍微看一下，都没有问题了。哦，那我这样子更换应该是算完成了啦。那在装这个保护套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先喷油稍微擦一下，
要不然有时候你这个保护套是塑胶的嘛，粘度太高的话会比较难装上去。那也顺便把自己的手机稍微保养一下，都可以这样子擦，这个没关系的。那我这样子保护贴我也不用换了啦，因为目前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通常我会建议你这个胶的粘合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所以你用上去你稍微用简单的夹子或者是固定的方式让它胶合一下。理论上我这样子用，应该它有一点点粘着的压力在，所以这样子就 OK 了。那我的手机这样子就可以持续的使用。后续的话，可能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再来回报这个电池的耐用度。那目前剩36%嘛，所以还是要先进行充电。那我目前这样子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下总结好了。我在做这些 DIY 的时候，我会先上网去看一些专家们的施工过程。那基本上我要自己看得懂，我才会去做这个 DIY。那你如果在观看的过程中有很多疑虑，或者是你看不懂的现象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找专家帮你做这个服务。那电池的部分，通常我们都是会建议你使用原厂的。那像我自己原厂的是买不到啦，因为你要到他们的店面进行原厂的维修更换。据我所知，我是找不到有单卖这个原厂电池的店家啦，所以我都是要上网找一些比较有信誉高的、信用好的甚至有很多网红推荐的店家，我才会跟他购买。那我买这个高容量的电池的费用大概在800多块，含运的话950。那以手机的年限来说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蛮值得的啦，因为花一点小钱就可以让这个手机继续使用嘛，都不至于说要换一台新的手机。那最后的 DIY 的结果，我个人是觉得还算成功啦。好，那我这一篇 iPhone 6s 的电池更换的简易维修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或分享，谢谢。